定的身手，我为你助兴如何？朱令风，不是酒的事儿，是他的琵琶曲。现在知道老娘琵琶的厉害了，晚了。谁让你的小命值钱呢？留在这儿吧。朱令风，从后门逃出去，这样你就听不见他的破琵琶了。我看你往哪儿躲！举剑枪！听说你是隋朝人，100多岁的老妖婆，我叫你一声祖奶奶可好？竟在我的客栈给我设埋伏，我扒了你的皮！樱桃，退后，待我降他。别听乱！怎么，不相信我？你是没见过我降魔捉鬼的本事。退后！恶贼，竟敢暗算我！暗算也是跟你学的。你放心，瞎不了。绑了！不要一直纠缠，看我的！让他尝尝我费尽时的烤鸡神火油！喂，摸什么？你的腿可还在呢，小爷的刀可没开刃，要不然你就变成他了。这5月的洛阳真的是春光明媚，繁华如梦啊！但5月自古被称为凶月，尤其是今天5月初5，所谓重五，有很多禁忌的，千万不可肆意妄为啊！什么凶月，吓唬人而已。
邙山之下，洛水之滨的东都，真乃我华夏之根啊！每次来洛阳，我都会心绪难平，想起跟随狄公的时光，也许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哎，罗凌风，你想什么呢？你对洛阳应该也很熟吧？邙山洛水天津桥，定鼎街的樱花，还有石榴，我永远都记得。你不会就出生在洛阳吧？5岁那年离开了。哎，那就说说你的童年趣事。能记住的都是痛苦之事，快乐之事都太轻，容易让风吹散。真是美少年呀！薛华，有人对你师父不怀好意，少看我师父！吓死老娘了！薛华，你干什么呢？我保护师父啊！保护我？好了，赶紧走吧。叫花子模样，到底有没有钱呀？别喝完老娘的酒，一抹嘴儿，身无分文。怎么说话呢？你看我像没钱的吗？像。你气死我了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要你谁呀？我是马上要来东都当大官的苏明的先行官。我管你是谁呢！来人，看他身上有没有钱。别吓我！别吓我！还真不是叫花子呀！放下来！还不赶紧给我上酒！是大爷，赶紧上火酒好菜啊！这身子真好看吧？别人送的，给我看看。哎，看我这胭脂怎么样？真不错，在哪儿买的呀？不告诉你。看，我猜出来了。这洛阳女子装扮的真好看。哎，别猜了，什么呀？肯定是最好的胭脂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劳烦通禀一声，宁湖司马苏明前来拜见高刺史。刺史知苏长史这2日必至，所以让小人在此恭候多时了。长史啊，哪儿来的长史？想是有所不知，你已被任命为洛州长史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你们在这儿等我。哎呀，苏贤弟，总算把你等来了。苏明见过高刺史。快请坐。哦，这是东都的李留守。哦，幸会。东都留守李约，李留守可不是一般人呐。李留守的先祖心向大唐，所以
太宗封留守的先祖于洛阳，到如今已经多少代了？老朽已是洛阳人了。宁胡司马苏明拜见李留守。司马，我可是和高刺史一起恭迎新任洛州长史的。啊，高刺史，我有些不解，此番为何是刺史修书令我北上，又以朝廷之名？至于长史一说，又是何意啊？苏贤弟，你总不会觉得是我诓你来洛阳的吧？调你入洛，提拔你为洛州长史，都是公主的意思。坐，请。公主和太子是跟着天子一起到的东都，天子1个多月前就返回长安了。昨日太子也启程了，公主因身体有恙，贵儿暂时留下来了。直说了吧，100日前洛阳市面突现人面花，是女人用的美肤之物。据说，只要浸水后用其敷脸，人面花就会化入肌肤，待99、81天后，肌肤便可粉嫩如少女。虽然价格昂贵，但东都的贵妇们还是趋之若鹜。只是使用者没有想到，81天后，不但没有青春永驻，人面却会变成骷髅。我入城后，亲眼目睹了此惊诡之事。又一起呀！此番公主急调军入洛，正是叫你督察此案呢。难道公主也用了人面花？算时日的话，公主的大限就快到了。在此之前，若能捕到元凶，得到解药，还有一线生机呀。公主现在在哪儿？宠念寺。对了，公主受人面花之毒的事，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，否则洛阳、长安乃至整个大唐都会陷入混乱。说到人面花，《博物之书》记载，此花产于大异国西南，薄如蝉翼，形如微笑之人面，嘴角处有红痕。没想到，此花会有如此独特的毒性。兜售此花者可有线索？刺史，李留守，疑犯是个来自土罗的女人，被锁定在千岁客栈。太好了，苏长史，他说的就是兜售此花者。但邢参军带人赶过去后，疑犯已自杀。废物，废物！你，哎，看来公主急调苏贤弟来东都是对的。哎，还不见过新上任的苏长史？啊，陆氏参军辛怀慎拜见。等等，刺史，虽然事出紧急，但让我出任洛州长史，仍需朝廷文书。有是有的，但是并不重要，因为公主的一句话比这管用多了。协锋官，这种任命，朝廷的威严何在？这，你先下去。是。苏贤弟啊，如今事态非常，公主对你直接任命，是出于对你的信任啊。苏明官职虽小，却以清流自居，顶着协锋官的名号上任，实难从命。
哎呀，你这官又不是花钱买的，差什么？将来让长安那边给你补办便是。好了好了，苏贤弟远道而来，我从城外的庄园带来了储藏多年的波斯美酒，我们先接风，其他的慢慢再说啊。苏贤弟啊，为你接风洗尘，这面子你不给我，也得给李留守吧。樱桃，你看我义兄的新官袍，是不是很合体？这颜色看着倒是挺好看。洛州长史是五品官，苏明从此算是发达了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是长史府啊。长史府。哎呀，让我想想。对，就是长史府。从后门出去，走不了一会儿就是狄公祠，你可以常去拜见你恩师了。对，得去办案室。我得去办案室。我怎么穿了这身官袍？你现在是什么洛州长史，就应该穿这身。谁给我穿上的？是我。怎么了？长史府。罗凌风，你是要坏我名声啊！官袍是高刺史派人送来的，你喝多了吐了自己原来衣服一身，我好心好意帮你换上新的，你却不识好人心。你闭嘴！这洛州长史并非朝廷正常任命，而是协锋官。我要是接受了，就违背了做人的良心和做人的准则。苏明，你装什么清高啊你？你不明所以，不要乱说话。不就是协锋官吗？早听说了，协锋官怎么了？那也是官儿。再说了，公主让你当的，那谁也不敢小瞧你。屁话！知道你好面子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我比你们早来几天，情况摸得比较清楚了。这人面花案呐，确实很诡异。苏明，你不是就喜欢查这些吗？穿着这让自己鄙夷的官袍查案，跟自毁脸面有何不同？苏明，人面花的案子每天都在死人，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的脸面重要，还是人命重要？义兄，我觉得卢凌风说的没错。要我说，那些贪心的贵妇人都活该，凭什么为了他们毁了自己的名声？樱桃，你说的不对。就算他们痴心妄想了，但毕竟人命关天。喜娟，我知你出身高官之家，自然替他们说话。只是我这江湖野女子，可一点儿也同情不起来。先生，有个什么司法参军行营，说要拜见长史。不见，告诉他这里没有长史。我苏明不受协锋官。没有长史？对，我家先生就是这样说的。哼，一个协锋官竟也摆起了官架子。若不是为了公事，邢某如何又来见他？
我们走。站住！我家先生可不是摆架子，而且他说了，不受邪风观。你可以看清任何人，但是不能看清苏先生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。不接受邪风观助长师傅，骗谁？这几年都传苏无名擅查鬼事奇案，且德行尚可。也许是我误解了他。找人盯着，有什么动静，随时向我汇报。明白。邢影，你认识他？我在金吾卫时，曾有属下邢影调来东都做官，不成想如今已经是司法参军了。那你何不出去见一见？他要是问我官居何处，我该如何回答？是啊，卢大将军现在就是个平民百姓，但又有何不好？自由自在，比当中郎将士强多了。哼，你可真会安慰人。你们两个说够了没？苏无名这么生气，你们也不管他。不必管他，他定是去了狄公祠。恩师在上，不孝弟子苏无名来看您了。恩师在时，每每教诲，做人当清白，为官当清正。您的教诲，这些年苏无名一直铭记在心，故此番到洛阳，我绝不接受那邪风观。什么人？出来！你又是什么人？敢私闯我府？这里如何成了你的府邸？我是狄公的关门弟子牛素，你又是谁啊？刚听你念叨说也是狄公的弟子，我可不信。我明白了，你平时就住在这儿，对吧？你过来。这些钱给你。我不能要你的钱，不然狄公会打我屁股的。没事儿的，我在心里已经向狄公禀告过了。来，好吧，但你真的是狄公的徒弟吗？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苏无名。苏无名，确实没什么名气，我都没听说过。但你一定会探查奇案，对吧？能不能教教我？我给你磕头。你为何要查案啊？我要破人面花的案子。为什么？这几天有很多人来拜狄公，求狄公显灵，缉拿住凶犯，得到解药，救他们家人性命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卢凌风真是你的知己，他就猜你在这儿。樱桃，我今日发脾气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有些迂腐？我的想法对你来说，真的很重要。当然。当时我觉得你没错，
可就在刚才，我原以为用人面花的都是洛阳的贵妇人，可没想到那女子与我年纪相仿，也并非大富大贵人家。我上前询问，老父亲说，女儿觉得自己长得丑，怕婆家嫌弃，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，才买到了人面花。结果竟……苏敏，你若真觉得我的想法重要，就受些委屈，先查案吧。苏明，你少绕弯子，你就说这么好的长史府，你是住还是不住？不住。你不是都答应我了？我答应你探查此案，没答应你上任长史啊。先生，那我们搬哪儿去啊？这儿挺好的。对呀，别看薛焕岁数小，他可是个明白人。我不住。那义兄住哪儿啊？我住客栈。到底是文人，虽有骨气，但也矫情。哦，你们可以暂时住在这儿，但卢凌风不行。哼，横什么横？你是我的私人参军，随我去住客栈。要我保护我，又不直说。樱桃姑娘说的对，矫情。苏明，走了快半个洛阳城了，到底住哪儿？大风客栈，有气魄，就住这儿了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气魄倒是有，就怕半夜风大，把这屋顶吹没了。哎，苏明，朱雀客栈，哎，不错。朱雀乃南方之意，咱们刚从南方来，怎么能又回去？莫走回头路。哎，哎呦，你又回来了。走啊！哎，你在跟我说话？对呀，我们见过，你忘了？你那小徒真是凶。我都看见他都不让呢，客官等着，我这就来接你。走吧。钱岁客栈，这名字起得多好！好什么好？多不吉利啊！换一家。钱者天也，岁者年也，天年者天赋之寿，自然绵长也。哎呀，快走！哎呀！没想到你的仆人都有这么大学问，那你这主人岂不更加博学了？你说的有点道理。老板娘，你好眼力。主人，天儿不早了，要不咱们就在这儿凑合一宿。那好吧。请。哎呀，二位，我这店呀，楼下能喝酒，楼上可安眠。如果觉得跳舞的胡姬好，也可能怎样？也可带到客房单独起舞，还能。不过我胡十四娘可不陪侍，除非是你家主人。还是先看看楼上的客房吧。来人，带贵客上楼。酒。
长自个儿的年纪。怎么样，大客房，足够你们2位住了。我岂能与我的仆人住在一间？啊，对，我怎么配跟主人同住？我们需要2间。可是没有了。旁边这间，难道有人？怎么样，没有骗你们吧？里面已有客人住下，这楼上的空客房，只此一间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楼下还有客房？楼下是酒肆，后院倒是有几间，住的都是长期的租客。也没空的了。倒是有一间，不过也住不了。为何？因为死了人。我就说这不吉利，你偏要住这。哎呀，主人莫急，死的何人呢？不会是死在这客栈了吧？是，最近不是一直在传人面花害人的事吗？今天突然来了好多官府的人，说卖人面花的，就是常住在我们客栈的土罗女人。如此要犯，你们怎么能让她住在这儿呢？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坏人，直到今天，官府的人把客栈围了起来，只等那邢参军带人冲进房间时，那土罗女人已经服毒自杀。我这仆人阳气重，不怕死过人的屋子。主要是那尸体还在，为何不把尸体拉走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今天不是重武之日吗？民间有一个说法，说这一天不能见血，更不能动尸。是的，那邢参军也是这么说的，所以定为明天，把尸体拉走。这些鬼话你们也信？我出2分钱，那间屋子，我仆人住定了。这，掏钱！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家主人脾气可不好，你惹他生气出大事。再说我们就住1宿，你不说，邢参军怎么知道？又不是不给你钱，给。不行，那尸体还在床上。我不怕。那也不行，他可是要犯，房门已被邢参军上锁。哎呀，兄弟啊，行了，就这一间，你们爱住不住。嘿，原来你早就得到了消息，故意找到这千岁客栈。我本想到这客栈探查，有没有令人意外的收获。没想到，那土罗女人的尸体居然还在这客栈里。对了，刚才这一路上，有人跟着我们，好像并无恶意，也不像歹人，看样子可能是官府的人。难道是邢颖派来的？跟着我们？这土罗女人的尸体还在这客栈，他不派人看着，却派人跟着我们。这形影何意呀？谁知道呢？等天黑了，你找根绳子把我从这儿顺下去。你要去验尸？不光是验尸，那个大个子伙计不是说了吗？土罗女人常住于此，她的房里应有收获。把我顺下去之后，你就去找那个女店主喝酒。什么？我不去。我没跟你商量，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。我命你，必须去。算了，反正那个女店主也没看上你。
禀参军，苏明带着一名手下离开了长史府。哦，好像是苏明拒绝出任长史，故而带人去寻客栈住了。这么说来，此人倒是有几分骨气。只是，他们去了钱穗客栈。什么？走。兄台，久闻这钱穗客栈佳肴美酒啊，那波斯美女也甚是迷人呐。今晚我请，不醉不归。好。你要什么？滚！睡不着呀？哎，你这小娘子，刚才不跟我们喝，现在却给别人倒酒，是何道理？是啊，那小子艳福不浅呐！白日里路过时，老娘就看上了，怎么了？你男人可在呢？我男人心疼我，看见我有喜欢的，他才不管呢。这什么呀？这是？你别怕，他个儿矮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这可是最好的酒，纯正的高昌葡萄酒。好，哎呀，真是啊，此曲只应天上有。店主怎么称呼？胡。来，喝，继续。14娘。店里的客人怎么看上去一个个都那么怪呢？怎么个怪法？你店里阴气太重。我看你阳气十足，让人忍不住要吸2口。我看你阳气十足，让人忍不住要吸2口。我当然阳气足了，因为我干的是驱鬼的营生。
少蒙我！你不信？不信。我问你，那个土罗女人，既常住在你家客栈，可见过她兜售的人面花？你打问这个干什么？洛阳人都在讨论人面花，好奇嘛。十四娘，你倒是见还是没见过？我不但见过，我还有呢。想看吗？在哪儿？在我房间。跟我上楼。你还带着刀呢，一会儿可是要强迫我。哼，少废话！你手里到底有没有人面花？当然，不然老娘一把年纪，皮肤怎么还这么好呢？人面花不是有毒吗？再说了，你年纪也不大。我从宫里出来那年，隋炀帝还在江都看琼花呢。你这个疯女人！隋朝皇帝下扬州，至今已近100年，净说笑话。怕了吗？那就当个笑话呗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不是凡夫俗子，所以不敢怠慢，还是先把香熏上吧。电无好电，香无好香吧？是不是好香？你闻闻不就知道了。我还害你不成？我哪舍得呀？如何是薄荷味儿？我没骗你吧？闻了我这香，你就会头脑清醒，就会想清楚，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了？还是说说人面花的事？着什么急呀？你没有人面花吗？若没有，我如何保持青春永驻呢？那人面花是当年波斯国进贡给大隋的宝物，出宫那年我偷着带了一箱。别看它多年后早已风干，但只要用水泡过，便可新鲜如昨，用后便可使容颜永远青春。你真是隋朝人？还是先帮我驱鬼吧，我可是百鬼缠身呢。快说人面花在哪儿？你若凝神观看，你就会看到人面如花。
有人来了。管他呢！今晚你就是我的郎君。扫兴！声音是朝着这间屋子来的。你刚才用的是什么香？薄荷味的香啊！有鬼呀！苏无名啊！不好！苏无名！苏无名！好像是那个土罗女人，追！追！喂，刚才楼上怎么回事？你和谁打起来了？闪开！哟，还不睡呀，郎君？这罗林夫人也太不像话了，竟让你一个人涉险。苏明，人呢？是不是跑了？你不是来验尸的吗？人怎么又活了？你上哪儿找女店主去了？我这都差点……我不是，遇到了些麻烦吗？谢过樱桃姑娘出手相救。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？鬼。对。青铜厉鬼，看来这前岁客栈真是不简单啊！那土罗女人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在查验那所谓的尸体时，发现其手指、脚趾的指甲皆呈紫色，随即我便查看了其鼻内。你查看他的鼻子做什么？因为我怀疑他使用了返魂香。死而复生。当初探破长安红茶案时，窦女的尸体不就是用返魂香处理过吗？不错，当时是老费提醒的我。后来我自己又做了一些探究，得知
将此物涂抹在尸体上，可保尸体多日不腐；若将它放入鼻内，可使人气息暂避，故而才叫返魂香。古时有巫者使用此物，即所谓的暂离人间而无限接近神明。使用此香时，气息暂避后，手指、脚趾的指甲则皆呈紫色。邪物而已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如此说来，那土罗女人被邢颖拦在客栈后，便想利用重武之日的习俗，试图用返魂香蒙混过关，却不想你去验尸了。哎，好了，说说你吧，那青铜厉鬼是怎么回事？不知是何人所办，力大无穷，很难对付。对了，那女店主叫胡十四娘，自称是钱绥的宫女，还说自己手里有人面花。隋朝人？那还不得100多岁了，简直是胡说。哎，他的那个人面花是从土罗女人手里买的吗？他说是当年从钱绥宫里带出来的。他还说，正是因为使用了这种花，才得以青春永驻。哼，信口雌黄。我看此店就是黑店鬼店，我们需马上离开。离开？你还想一直住下去啊？你连自己的命都差点保不住，别再害死无名了。哼，我是中了迷香，开始的时候有一种薄荷味儿，闻后头脑清醒，所以我便大意了。现在不能走，我丢不起这人。哦，你8成是叫那女店主迷上了吧，才不肯走。他就是看上人家了。你，哎呀，好了好了。经过此夜，即使这家客栈再诡异，人员再莫测，可暂时也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。我们只有离开这里，才能更清楚地观察这儿。罗凌风，还是走吧。外面早已宵禁，你们主仆2人带着一女子夜行，不怕被抓了？你这客栈确实是老店，听说人也古色古香。哟，你这当主人的，什么都跟仆人讲啊？我是喜欢你才这样。对了，我的仆人让我提醒你，东都洛阳不是一般的地方，在这里装神弄鬼是会吃亏的。苏无名，你们俩谁是主人，谁又是仆人？我怎么糊涂了？你糊涂是因为这客栈阴气太重，赶紧走吧。那个黑衣人到底是谁？他为什么会救我？看来我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。郎君去而复返，是对我真有情意啊！你那个男人怎么不在？我心里全是你，哪容他上我的床？那扇门就是给你留着的。少废话！告诉我，昨晚那个黑衣刀客在哪个房间？你们不是一伙的吗？再废话，我便用刀剥了你的面皮，看看你到底多少岁。就住在2楼，
你原来住过的房间斜对面。人面花，你不是从前随公主带出来一箱吗？你既中意我，给我2朵。你个大男人，要它何用啊？给。大将军，这里不方便说话，先进屋。苏长史果然就职了。你就是邢参军。我家长史早就料到你会来，我带你去拜见。哎呀，你看你来就来吧，你还带什么东西？太客气了。不必了，我需亲自交给苏长史。邢参军最近查案辛苦，请坐。多谢长史。听闻长史在是否就任一事上颇为劳神，今送上一味草药，此物有解郁安神之效。这是什么草药啊？远志。远志。邢参军这是要给我讲东晋名相谢安的典故啊？不敢，此物确实安神。当年谢安高卧东山，并无当官之意，后来被迫出仕，所谓东山再起。却有人说他只是为了家族之业，于是有人用这味草药来嘲讽谢安，因为此药别名小草，引的部分可称远志，出则叫小草。哎，我可没这个意思。你已经当上了长史，其实小草可比呀。其实在我看来，此药并非一物两名，而是露出地面的叫小草，其根名远志。我苏明还真如此药，志向植根于泥土之中，非他人可以随意猜测。人们所看到的只是露出地面的一小部分而已。苏长史大才，醒影，刚才冒犯了。这不怪你，为庶人当政之时，卖官鬻爵。但凡心存良知之人，都会对协风官深恶痛绝。邢参军愤愤，正说明你是个正直之士。惭愧啊！好了，说说案情吧。那土罗女人遁术了得，昨晚一宿竟没能捕获，今早城门一开，她就逃了出去，一直跟到了东郊绿野峰，在那儿又跟丢了。我怀疑她去了空中庭院。空中庭院，里约任东都留守后，在郊外的一座山峰修建了一处庭院，供有仙神。因半山间云雾缭绕，看上去此庭院仿佛伫立空中，故而被百姓称为空中庭院。苏明，醒影，中郎将，醒影，拜见中郎将。起来吧。中郎将，这是别一口一个中郎将的，我现在并无官职。卢凌风现在是我的私人参军，
私人参军？怎么，不行吗？属下岂敢有此意？哎，罗凌风，昨夜你去哪儿了？不会又去？人面花？您这花为何是干的？哦，对了，刚才光顾着跟苏长史说话，忘了说我也带人面花来了。这几朵是从购花者手里所得。我这个，并非洛阳市面上土罗女人都说的人面花，而是千随之物。你这不会是从胡14娘手里得到的吧？我觉得，也许他没有说谎，就是隋朝人。隋朝人？颜色一深一浅，浅的素雅些。这朵新鲜的倒是更好看一些，却是如此恶毒之物。此花生长于大异国西南2000里之外的山谷，书中记载，当地有树，可生奇花，凝神观望，亦如人面。可据我所知，此花本身并无毒，更不会腐人肌肤。关键是，这中土哪儿来的人面花树呢？义兄，你怎么断定树在中土啊？土罗女人所授是新采摘的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色深的是前隋的干花，而色浅的则是害人的妖物。老费，你精通草药，这世上可有一种东西，能在最后一刻令人皮肉皆腐？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，但却少之又少。若以波斯豹黄为主，苗疆鬼丑为辅，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制成香，就能产生一种奇特的味道。初闻的时候十分美妙，甚至让人觉得神清气爽，一如薄荷，继而让人产生幻觉，手足无力。不过只是对男人有作用，所以又名丈夫香。这是当年隋朝宫中之物。果然是隋朝宫中用的，这个我已经领教过了。可是我想问的并不是这个。不要着急呀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若是以苗疆鬼丑为主，搭配少许的豹黄，再配上几味古怪的草药，进入皮肤一定的天数之后，应该就可以达到瞬间腐烂皮肉的效果。不过这苗疆鬼丑倒是可以买到，但是豹黄在高宗年间就已经禁止出售了呀。此案比我想的更为棘手，你二位应迅速去空中庭院追寻土罗女人的下落。遵命。公主，苏无名已上任，这几日您只需在禅房里静心打坐，笑看他查探人面花便是。可是我总觉得如芒在背。您是说太子？你的消息放出去的倒是及时，可是他却滞留在东都，想要看我的结局，真是让我伤心。公主身体要紧，可不能生气呀。禀公主，高刺史到。进来吧。
拜见公主。你交上来的名单我都看过了，这些年你替我在东都经营，颇有成效啊。一旦事成，名单上的人都会被重用。当然，我最倚重的还是你。多谢公主的信任，高忠义追随公主多年，定誓死效忠。只是我现在中了花毒，恐怕……禀公主，苏无名已经上任查案，我看用不了几天。你相信苏无名能探破此案，拿到解药，让我起死回生？狄公的最得意的弟子，定有些能耐。主要是公主吉人天相，绝不会有事。你回去召集名单上的所有官员，告诉他们，一定要相信苏无名能够帮我度过此劫，不许有二心。是公主。请。苏长史，见过高刺史。苏长史既已上任，我也就松口气了。是公主叫你来的吧？公主在里面等你，快去吧。非也，只是既已接手此案，公主有用过人面花有被毒害的风险，苏无名不能不来啊。苏无名拜见公主。长安一别，有日子没见了。是啊。见我连官服都不穿，性子这么倔，怎么不愿意做我给你的官？但苏无名已经开始查案。你不肯穿官服，就是在向我示威。不敢。说说吧，为什么要接下这个案子？洛阳的百姓和公主的性命为大。怎么，我的性命排在百姓之后？算了，知道我危在旦夕还肯管我就不错了。苏无名，我只有6、7天的时间了，你当如何？尽力击凶，寻到解药。尽力！定是太子设计要陷害于我。陛下在哪儿？陛下管不管？公主勿躁，陛下已回长安。我也要回长安，现在就回。不可，公主只需静待，苏无名必全力以赴，尽快拿到解药。你说的容易，要是拿不到呢？与其等着脸腐烂，不如现在就去死。在我死之前，我要烧掉整个洛阳，为我陪葬。公主，万万不可！你是觉得我不能死？不能。如何不能？公主，就算您什么都不想，也得想想自己的孩子们。孩子，在这世上没有几个人懂我。你苏无名，我也是似懂非懂。你在哆嗦。苏无名不敢不哆嗦。看着我，你会全力以赴救我，对吗？一定会。为了公主，也为了洛阳的百姓。哼，你若不加这最后一句，我便不信你了。苏无名就是苏无名。好了，
去办你的案子吧。是。放心去查你的案子吧，我不会自寻短见的。不是我贪恋这世间浮华，而是大唐不能没有我，复兴大唐更不能没有我。众郎将，这就是空中庭院。土罗女人跟丢后就消失无踪，当就在此庭院中。上前叩门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洛州司法参军邢颖，奉命查案。邢参军，为何如此气势汹汹？近有案犯消失于此，故来此搜查。庭院里确实住着不少人，但我们这儿管得很严，断不会有什么案犯。更何况，空中庭院受朝廷保护，参军想要入内搜查，是要坏规矩吗？不管是什么庭院，既建在大唐国土，就应遵守大唐的规矩。妨碍捕贼官入内搜查嫌犯，这才是坏了规矩。这，邢参军，听说邢参军带人上山，想必是为了查案。老夫担心他们不让你进，看来我是来对了。留守，开门。是。留守请。莫怕，高宗天后时，诸国曾献各种珍禽异兽，很多就都养在这里。方才所叫，莫非是天铁熊？正是雌雄。高宗时期，迦毗叶国曾献巨熊，名曰天铁，可力擒白象，搏杀狮子。没想到，竟养在了这里。所以平时一般人不许进来，也是怕这凶狂的野兽伤人呐。你是？这位是洛州长史苏无名，私人参军。哦。私人参军，竟也如此博学广识啊！有意思。还请留守把住在这里的所有人请出来，我们要逐一排查。都在内廷拜神。请。近日住在庭院里的人都在这里。他说的没错。邢参军不信，你可以让你的人去搜所有的房间。案情为大，老夫还是知道轻重的。新鲜的人面花友们，这土罗女人应该是贪图钱财，用一语毒花诱人，
见无处可逃，便服毒自杀了。元凶已找到，却已死了，当然还需尽快找到解药。不过看眼下的情形，似乎……中郎将的意思，此案可以结了。我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？只是陈述事实而已。邢参军有何高见啊？为探破此案，邢某已竭尽全力。是啊，看来这个案子就只能先到这一步了。不过不能对外声张，以免引起东都大乱。刺史，您怎么了？苏长史那边怎么样了？都说他断案有狄公风范，我看言过其实啊。哦，刚得到消息，线索就断了，查不下去。可苏明又不肯承认，这就剩下几天的功夫了。他还能寻到解药吗？您的意思是，公主行将不保了。到底是女人呐，想貌美如花，到头来却在这上头坏了大事。那刺史有何打算？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公主与太子现在已是水火不容之势，假如公主因人面花而不治，太子登基后必会严查我们这些公主的人。所以现在只有一个自保的办法，就是在公主的脸化为骷髅前先投降太子。新老弟，你的想法呢？辛某是刺史提拔的，一切听刺史的。继续查，毫无线索。若就此终案，又没法跟公主交代。我想，苏务明应该是处在两难中。卢凌风那边有没有请你相助？卢将军，他直说，他还算尽力，但是我感觉，他好像希望苏长史终了此案。那你呢？又作何想法？邢颖愿誓死效忠殿下。若您觉得此案该结了，我便立刻结案，不再追查。你是司法参军，理应查明案情，更应该找到人面花的解药。而现在，如何能结案？殿下，新怀神到了。你先下去吧，还需全力探查此案。是。大将军，怀慎拜见太子。起来回话。是。近来如何？公主对我很信任，叫我监视高忠义，却不知在下誓死追随的是太子殿下您呐。你追随的不是我，而是大唐。而大唐正因为有你这样的忠臣贤才，才会更有希望。怀慎谨记。啊，有个好消息。高忠义觉得苏明难解此案，公主已时日不多，故已决定转投太子。哦，他不知道殿下还在洛阳，我想他很快就会修书，叫人送到长安。殿下，高忠义见风使舵，绝不可用啊！啊，大将军高见，但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。你说。公主虽然命在旦夕，但毕竟还没到最后的时刻。
若能在此时削弱其羽翼，太子登基之际，朝野上下都会说众望所归，民心所向，岂不是大好事？我现在没这个心思。探破此案，就这么难吗？难道姑姑就真的没救了吗？唉，应该是无可挽救了吧。不过，人面花一案并非殿下在策动，所以您无需。还是寄希望于庐陵封主苏无名，在姑姑危命前找到解药吧。去哪儿？你说呢？当然是去探案了。你还是觉得在那客栈里能拾回断掉的线索？但愿此番前去，能有新的发现。可我们以什么样的名义再回去呢？我们就凭你一个人，就能引出青铜厉鬼？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？当然了，有你的帮忙能更容易些而已。而已？好吧，我是你的属下，随你怎么说都行。哎，你跟那个胡14娘是怎么说的来着？我说我是驱鬼师，从南边来的，应邀到东都捉鬼。好，就以这个身份，我们回去降魔捉鬼。又是你们，看把我男人吓的。今天你这客栈怎么没人啊？死人诈尸，厉鬼缠身，后半夜还有人持刀到老娘床上劫色，可人全都给吓跑了，连弹琵琶的胡姬都跑了。你们砸了老娘的饭碗，得赔。你看，还讹上咱们了。今天要是不赔，就别想走。关门！哼，本不想再来，正准备出城去长安，经过你这家客栈，住在周围的百姓都说你这儿一到夜里就鬼影幢幢。想起那晚所遇，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假。百姓们纷纷请我主仆二人协助除鬼，盛情难却，我们才来的。你倒要讹钱，合适吗？我家主人说的没错。就你也能捉鬼？你们男人的嘴呀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男人的嘴啊，骗人的鬼。他都知道，尤其呀，是长得像你这副模样的男人，没一句实话。哎，别看了，等一下被勾了魂儿去了。滚！住手！你什么个头，他什么个头？你要是杀了他，也太欺负人了吧！本欲帮着你这店捉鬼，却不识好人心。我们走了。法师既愿帮小店捉鬼，我胡14娘当然是求之不得了。楼上最好的客房，二位随便住，
随便吃，好吃好喝，好伺候。哟，主人，要不咱们就在这儿住吧，我都饿了。也好，哎，不过楼上的就算了，我主仆二人喜欢住后院的客房，尤其是死过人的那间，阴气够重，容易捉到鬼。咱们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并没有带太多钱物。这开黑店的有何所图呢？哦，还有那个青铜厉鬼，看上去他的目的就是要刺杀于你，如此兴师动众，受何人指使呢？是啊，我卢凌风现在既无官职，也无金银，让我做神，除非是认错人了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何人？我。你们在这屋里掘地三尺呢，捉着鬼了吗？捉鬼还用掘地三尺？鬼不就在我面前吗？我呸！你见过我这么美的鬼吗？能叫你这个服侍过钱随天子的人伺候，我主仆二人也算是幸运了。呀，你终于相信我是隋朝人啦？哎，那你正好给我们家主人说说你们隋朝的事儿，比如炀帝在江都被杀时，你是在他身边啊，还是在长安宫里啊？我怎么会在长安？那时炀帝已经迁都洛阳了。你刚才在考我，我这张脸还能看吧？其实啊，炀帝才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看的人。他不光容貌俊美，皮肤可是吹炭可破。当年他让波斯人进贡人面花，其实不是为了给我们用，而是给他自己用。这是我给你们煮的甜梨水，在宫里时我们最爱喝了，尝尝。钱遂客栈，钱隋客栈，不可思议。今晚若真有物来袭，那一定是隋朝的鬼。这青铜厉鬼可会再次来袭？必来。为何？因为有人要杀你，上次失败了，如今你又送上门来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夜深了，当然是睡觉了。不捉鬼了？捉鬼是你的事儿，我就不给你添乱了。不许睡！你说，那胡十四娘真的100多岁了？我怎么看也不像啊。那晚她说她用了人面花得以永葆青春，莫非是真的？这人面花呀，是当年波斯进贡给前隋炀帝的，也许他还真没撒谎。
不过一个100多岁的潜水女人，还能在我面前搔首弄姿，这我是不信的。刚才乍一听还挺瘆人，不过现在，我恐怕已经知道她是谁了。谁啊？灯熄了，酒都不喝了。有酒喝？最好的酒，店主还要亲自陪你喝呢。有这等好事？告诉他，备好酒好菜，这就来。好。罗凌风，你那天见到的那个青铜厉鬼，跟这个大个子伙计比如何？高大许多。那跟幽离四怪中的那个巨人比如何？还略高大些。这世间本无鬼，那青铜厉鬼必是人所扮。怎么不敢喝呀？我是真不敢喝。哼，这么好的酒，我还舍不得给你喝呢。来，你我共饮，不负良宵。盛情难却，干了。唉，那年初到洛阳，也是这样的一个晚上。炀帝狩猎大获而归，高兴极了，让我们陪他喝酒。席间还特意点我弹奏琵琶呢。怎么，你不会是也要给我们弹琵琶吧？你当然不配了，但是为了他，我却愿意。如此，多谢了。隋炀帝还真是艳福不浅，这个胡氏四娘还真是色艺双绝啊！你不会真看上她了吧？就是100多岁，老了些。坏了，这酒不是酒，我没喝酒，野头女。别弹了！怎么，我弹得不好吗？哎呀，我弹得真是不好，我把鬼招来了。
的身手，我为你助兴如何？朱令风，不是酒的事儿，是他的琵琶曲。现在知道老娘琵琶的厉害了，晚了。谁让你的小命值钱呢？留在这儿吧。朱令风，从后门逃出去，这样你就听不见他的破琵琶了。我看你往哪儿躲！听说你是隋朝人，100多岁的老妖婆，我叫你一声祖奶奶可好？竟在我的客栈给我设埋伏，我扒了你的皮！领导，退后，待我降他。别听乱！怎么，不相信我？你是没见过我降魔捉鬼的本事。退后！恶贼，竟敢暗算我！暗算也是跟你学的。你放心，瞎不了。好了，不要与他纠缠，看我的！让他尝尝我费尽时的烤鸡神火油！喂，摸什么？你的腿可还在呢，小爷的刀可没开刃，要不然你就变成他了。又被你猜中了。青铜厉鬼出现之际，这2个人就不在客栈里。那个时候，我就断定无疑。我怎么越听越糊涂？哎呀，行了，喝酒去。等等，你说，那么大个身形，不会是2个人吧？2个人？你没见那个侏儒身手敏捷，就连胡氏四娘都能把他抱在怀里。你是说壮汉和侏儒？哎，
不过，对付童家，我已经想到了办法。到时有我徒儿薛环，还有老费会助我一同捉鬼。你这从钱随宫中拿出来的人面花确实了得啊，都100多岁了，这脸蛋还这么诱人呢。要不你跟我得了，我不嫌你老。滚开！臭叫花子，竟敢调戏本妃！好大的口气！隋炀帝的后宫女人确实不少，而且名字都是他自己定的。贵妃、淑妃、德妃是为3夫人。请问你是哪一位啊？说呀。那顺仪、顺容、顺华，修仪、修容、修华，充仪、充容、充华，这9嫔，你又是哪一位啊？说啊。都不是啊。那另有婕妤12人，美人、才人各15人，宝林24人，才女37人。胡14娘，你到底是谁呀？说呀，还敢自称本妃？我看你就是那万人恨的隋炀帝身边的宫女而已。不许侮辱我天子！住口！你生于大唐，长于大唐，却认前朝昏君为天子，是何意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。我问你，你跟采寒姑是何关系？如实招来。那是他娘。哦，我明白了。20年前洛阳频发鬼案，罪魁祸首就是那采寒姑。她落网之际，有一个帮凶逃脱了。应该就是你吧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当年不是故意漏掉的，是因为那时候你只是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，我恩师狄公有意放你一条生路，没想到你却重操了你娘的旧业，做起恶来。哎，苏无名，刚才费技师说她是前隋的宫女，现在又出了个娘，这怎么回事？隋炀帝江都被杀之后，确实有一个宫女从洛阳宫中逃了出来，那干了的人面花就应该是她带出来的。此宫女惠武，一心想为炀帝复仇，奈何杀死炀帝的人也葬身于乱世之中，她就转恨于我大唐。但天子身边戒备森严，又怎会给他机会呢？那宫女不死心，就将自己的武艺和隋宫中的一些规矩传给了自己的女儿，让自己的女儿冒充自己，继续图谋不轨。胡14娘，传到你这儿，起码应该是第5代了吧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还废什么话？杀了我吧！传到你这一代，想刺杀天子，怕是痴心妄想。于是你就豢养了这2个手下，在这儿开了这家黑店，以此来图财害命，是也不是？先生，这是在后院柴房发现的。这些年死在你客栈的人不少啊。你刚才说
他的命值钱是怎么回事？你2次刺杀于他，是不是受人所雇？何人所雇啊？说！哟，是谁要住进我的客栈？竟然值这个价钱！想要云顶就别问这么多，时长之后再加2倍。他说了，当晚会入住一主一仆，主人是个高大贵气的年轻人，让我等取了他性命。一主一仆，后来你们俩不就来了吗？我想那出钱之人必是想要他的命，所以我就诱他上了阁楼。然后你就给我用了迷香。没曾想你还挺有定力，中了迷香，竟还能跟我的手下大战。你以为我是你们随宫之中的好色之徒吗？区丈夫香能奈我何？你怎么知道我用的丈夫香？不就是西域豹皇为主，配以少量的苗疆鬼丑吗？他当然不知道，我告诉他的。你不会说这是你姥姥的姥姥的姥姥从千岁宫中带出来的吧？哎，即便当年有，这搁到现在100多年了，肯定也失效了。鬼丑市面上有兜售的，可豹皇这邪物早就被禁了呀。所谓查禁之物，只是偷偷有售之物而已。就看你能不能找着了。那你是从哪里得到的呀？上膳房药圣堂。樱桃，将其押回长史府，令其描绘出雇他行刺之人的样貌，让喜君帮忙画出来。明白。新营在。这2个人先交给你，押入牢狱，听候发落。是。龙灵凤，太子是不是住过这里？义兄，你们看，这个人我好像见过，怎么那么眼熟呢？胡14娘还说此人说话略有结巴，但不是很明显。结巴。嚯！哎呀，老费，你这干什么呢？烟熏火燎的，药味这么大，我在书房都闻着了。邢影上次不是送来了人面花吗？有了它，自行研制解药应该不难。不过什么？此毒甚是怪异，我思来想去呀，恐怕唯有以毒攻毒。故而这个解药中什么都能少，就是不能少了豹皇。你们如果能够给我找到豹皇，我反复验视，兴许这解药就成了。豹皇？哎呀，药圣堂名字起得挺响亮，这地方怎么这么小啊？
听您说话不像是东都人啊。我家药圣堂虽小，却是洛阳秘药最全的地方。从福林波斯拔汉纳到安南新罗日本国，各种稀奇古怪的药草，没您买不到的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我家主人最近有些上火，服用些什么才好？菊花、黄连、苦胆草、麦冬、栀子、大青叶，就看您要什么了。这些都太普通了，有没有猛点的？比如豹黄。我们这里是药铺，豹黄不就是一味草药吗？波斯豹黄，前隋年间引入中土，不过这个东西功效太过诡异，在本朝高宗时就禁止出售了。是前岁客栈的胡十四娘推荐我来的。哎，你要多少？他问我要多少？官府查案，胆敢有半句谎言，立捕入狱。我这的豹黄都是留守府的老仆送来卖的，我只是代卖而已啊。留守？哪个留守？东都留守李约呀。李约？开始我不知道他是留守府的人，只寻思着他是从哪儿弄到的豹黄，就安排伙计跟着他，没想到他是留守府的人。那你现在有多少货？有多少，我要多少。哎呦，这个老仆隔几日才来买一次，而且每次来只拿那么1、2块，卖光就没有了，需要等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按上次约定的，他明日就来。明日？哎，那老仆手里的豹黄，他来路不正。你的意思是他是偷出来的？哎呦，我是猜的。魏兄啊，公主一整天都在念经，恐怕没心思见您。魏兄，你一直都在公主身边，有件事我想跟您打听打听。此事关乎公主的性命安危，还请您如实相告。就是那个东都留守李约啊，我是想问，他是跟公主近一些，还是跟太子殿下近一些啊？李留守啊，自天后临政之时，他就与公主走得很近，多年来一直都是。我的话只能说到这儿了。多谢魏兄。还有就是，我接案以后，一直都没敢问。公主大限的具体日子是？以9981天算，那就是明天。明天？对呀，公主第一次使用人面花的日子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过了明天子夜，公主恐怕就要……所以老兄，你尽快查清案子，拿到解药啊！嚯，好漂亮的马！这应该不是寻常人家的，您是给贵人当马官的吧？你谁啊？哦，我是寄居在寺院读书的举子。倒是好眼力。告诉你吧，我是公主府上的马官儿。哦，
幸会幸会。您来了，掌柜的正等着您呢。苏某已恭候多时了。你是谁？药圣堂掌柜的呀。胡说！孟掌柜在哪儿？哎，反正你就是拿豹黄让我们替你代卖的，掌柜的姓什么重要吗？哼！官府查案，把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。你是何人？竟连我都敢拦！我知你是留守府的人，又如何？徒儿，搜身。是。别碰！包起来，马上带回去交给费技师。转过身来。我是新任洛州长史苏明，说说吧，那豹黄种在何处呢？这，我知道，我知道这是违禁之物，我认罚。我不罚你，你告诉我种在何处，我还赏你呢。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就只能有劳卢参军了。走吧。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当然是留守府了。你每隔一段时间，都会拿出一些豹黄出来卖，想必此物定是种在留守府无疑了。我是偷了豹黄，可我只是为了赚点钱呢。我当了一辈子的仆人，你们千万别把我送回留守府啊！我求你们了啊！这是为何？他是不敢带我们去种豹黄的地方，那样他也许死得会更惨。还不快跑！哎！你怎么不跑？钻到这里了。跑？往哪儿跑？我打小就跑不快。再说，我即便跑得快，谁知道后面还有没有杀手？在这躲躲挺好的。而且我看出来了，这送葬的队伍呀，要出上东门。那又怎样？李留守不就住在东郊上东门外吗？行了，打了半天了，闭目养神，休息一会儿啊。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看见你我窜上车来，却没人阻止。哎呀，这支送葬的队伍很不对劲啊！
这个热死我了！快，打开！抽点火！大哥，太悬了，我还以为咱们暴露了呢。刚才我差点没沉住气，后来我看那几个人也蒙着面呢，我一琢磨，他们也不是什么正道的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挺好。大哥，车里刚才上了2个人。各位兄弟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大哥，我估计这俩人就是那些黑衣人要找的。啊，我们坐了你们的马车，在此谢过了啊。那个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哎，来扶我一把。哎呀，别动了！你们还想走？你们没看见？那棺材可空着呢，你们要是跑了，那岂不是浪费了？也不能让我们俩躺在一个棺材里啊！苏明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和这群贼打秋风？他们人多势众，没有必要硬拼。再说，本长史现在重任在肩，不能有半点闪失。嘟囔什么呢？别跟他废话！一起上乱刀砍死，扔棺材里埋了。你们这群鸡鸣狗盗之徒，靠打家劫舍能挣几个钱？想不想跟着我发笔大财？发笔大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问你，知道现在洛阳城里什么东西最贵吗？人面花。城里有多少有钱人家的女子都在用人面花，可是他们不知道，那人面花是有剧毒的，如果没有解药，他们很快就都会变成骷髅。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有解药的方子，我现在就差最后一味药了。你们想想，咱们带着解药回到洛阳城，那金山银山你们随便搬吗？你不是在这儿蒙事儿呢吧？他就是在蒙你们呢。你闭嘴！哎，我这个随从啊，他小气，他就怕你们跟他分钱。人面花我听说过，但你手里真有这方子？我若无方子，刚才那几个杀手为什么追我们呀？你刚才说找最后一味药，怎么个找法？我知道在哪儿能找着，但我现在缺人手，但也用不了这么多人。这样，你们挑4个身手好的，跟我走一趟。你们俩跟我们走，其他人把东西搬回去。好，赶紧的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原以为免不了一场厮杀，没想到被你巧舌如簧的化解了。这下，嘿嘿嘿。就这儿，这不留守府后门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地方我们来过。进过院吗？进过呀，不都说里面有钱吗？里面就是些花花草草而已。这你就不知道了，就是那些花花草草最值钱。记住了啊，今天啊，我们要找的那东西叫豹黄啊，叶子长什么样我不知道，根茎就像婴儿的手掌，上面有豹纹啊。你确定留守府里面还有这玩意儿？大哥，我看咱们是被这俩人糊弄了吧？
实不相瞒，是公主派我在找这个东西。公主啊！啊！今天晚上你们都听我的，事成之后，公主一定会重重赏你们的。啊！记住啊，那个东西叫豹黄，很值钱的。哎，哪个是你说那玩意儿？我要是知道，还用你们帮我找吗？去那边看看。走，咱去找。刚才你说缺人手，我还没想明白，现在知道了。苏明，你太坏了，赶紧找吧，成败在此一举。为了救公主，你连贼都肯当，苏长史真的令我好生佩服啊！按梅凤华所说，公主的大限就在今夜，而此刻我想的，根本就不是公主，而是那些被人面花所害的洛阳女子们。不对呀，按你的性格，肯定会说，公主即使专横跋扈，可也是性命一条啊！别废话了，没时间了。快起来！不想发财了你！这深更半夜的，幸好今天月亮大，要不然啥也看不见。天铁熊，别过去，别过去！躺下装死，快！苏长史，别来无恙啊！李留守，您不打算把我们这绳子解开吗？现在解，为时过早吧。今日派出的杀手没能得手，你却又自己送上门来，咱们真是缘分不浅啊！李岳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暗中参与这些不可告人的勾当，该当何罪？你是那个叫什么私人参军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你，苏明啊，苏明，你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。我那贪财的老仆一死，我就知道你会找到我的庄园，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还好我早早的把天铁熊从空中庭院带到了这里。怎么样？那可是天下少有、凡人根本见不到的异兽啊！你今天长见识了吧？可苏明更想见识见识您种的那个人面花树，还有豹黄。既然来了，不让你见见，好像也不是待客之道啊。
你们想找的东西都在这儿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你竟然在暗室里种植这些鬼邪之物。也是机缘巧合呀。我这庄园原本是前隋权臣越国公杨素的别院，天后当政时赏赐于我，无意中我发现了这个暗室。当时这里堆满了生锈的刀枪剑弩，很明显，那个杨素当年有谋反之意，这里便是他的兵器库。可老夫觉得，欲成大事，刀枪不如花草，正好这豹黄只能生长在幽暗之处，像老夫一样，故国破碎，万里之外，寄人篱下呀。至于人面花树嘛，我是从流浪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的，如今已繁殖出几十棵。经过我多年的培育，它也已经是习惯了在黑暗中生长。只要在它周围种满豹黄，就能保证吸取足够的养分。经过这几十年，他们之间已经是谁也离不开谁了。那土罗女人也是你灭的口？她不过是我在南市里寻找到的一个会些遁术的女奴而已，死不足惜。李渊，你受大唐恩惠多年，尤其是天后待你不薄啊！你居然炮制出剧毒的人面花，害人性命，你良心何在？苏明，你在老夫面前说这种肤浅的话何用？哼！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这里，已经是着实让我出乎意料了。我李约是个爱财之人，就让你们多活几个时辰吧。你们不是为了人面花和豹黄来的吗？那就进去看看吧。走。这是。哎呀，你别瞎折腾了！要是能轻易出去，李约就不会把咱们关在这儿。刚才李约说，这里曾是杨素的兵器库。对啊，既如此，必有出口。你怎么如此肯定？若想起事，兵士们需一涌而出，都从刚才那个暗门出，可能吗？此言有理啊！哎，那你就继续找吧，啊！种这么多邪物毒害公主，真可谓处心积虑啊！哎，那李约跟太子殿下关系很好啊？休得胡说！太子浩然身边断不会有这种邪恶之辈。那所谓毒害公主，应另有玄机。苏明，你不会早就查到线索，故意隐瞒于我吧？公主，请。
他们都带过来吧。带进来。是。别动！你看那是什么呀？好像是幅地图。地图。你刚才推测，这暗室还有其他出口，若真有，玄机应该就在这幅图上。你之前借我的3本旧书中，对洛阳城的地形和建筑有详细记载。前2日我还特意翻了一下。那太好了，你赶紧好好看看，咱们能不能出去就看你了。杨素心怀异志，自然是想画龙称帝。对于他来说，这里最为重要。没用啊！洛阳西山曰龙门山，东山曰香山。臣礼曰：拜见陛下。这个称呼还为时尚早吧？不早。当今天子虽仁慈和善，但缺乏魄力，难以驾驭局面。而公主有天后之风，只有您才能再造帝国之辉煌啊！到底是域外之人，说话就是直接。现在还是要叫公主。是，公主。那个苏无名在我这里。怎么回事？他是前来盗取豹黄的，被我抓了。豹黄？就是解那个人面花之毒的药引子。我就说嘛，这个苏无名对我是一片忠心。为了破案，拿到解药，不辞劳苦。这次又冒险跑到你这里来，我没白试探他，此人可用，此人可用啊！他还有一个随从叫卢凌风，也跟来了。卢凌风，好像是太子的人。卢凌风这个人我知道，确实和太子走得很近。啊。如此，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属下这里饲养着众多野兽，包括能搏狮杀象的天铁熊。我看那个卢凌风好像会些武艺，要不让他跟我的熊儿比试比试，我们一起看个乐呵。我可没这个心情。卢凌风该怎么处置，我再想想。不过外面我带来的高忠义等人，个个不忠不义，喂你的熊倒是正合适。啊，是，我这就去办。等等，他们以为今天晚上我的脸就会化为骷髅，才会背叛我。不妨让他们也尝一尝脸被腐化的滋味。这个好说。只需特制一种人面花，敷上后当即就能看到效果。您稍等，我这就吩咐人去制药。哎呀，这个打，
罗凌风，你站那儿都快半个时辰了，这图上到底有没有机关？咱们能不能出去啊？我现在做的事情比你更有意义。挖了豹皇，出不去又有何用？只会让李约更急切地想杀掉我们。依水穿过两山之间，形如门阙，故称伊阙。隋炀帝继位后，迁都洛阳，皇宫大门正对于此，故又称龙门。杨素若想造反，必先攻破大隋龙门。罗凌风，有你的！多亏了你那3册旧书。愣着干嘛？我不能走。公主，请。把苏无名请过来，一起喝酒吧。啊，遵命。赏花赏得如何呀？啊，挺好。陆凌风呢？谁？啊，陆凌风他刚才还在这儿，不知道这会儿跑哪儿去了。留守，没人。我你竟把陆凌风给放跑了！留守啊，这是您的密室，一个大活人，我哪有能耐把他放跑呢？据我所知啊，陆凌风这小子会土遁之术，他可能顺着土，不定跑哪儿去了。哎，我让你去请苏无名过来喝酒，你怎么还把他押过来了？公主，他把那个卢凌风放跑了。卢凌风虽然跑了，可是他却留下来了，这说明什么？更说明他对我的忠诚。苏无名，来，我要亲自给你敬酒。苏长史，刚才老夫冒犯了。公主，喝酒就不必了吧？此刻，我更担心公主的安危。本来今天晚上的事跟你无关，但是没有想到你自己来了。那我倒要问问了，你的案子查得怎么样？再过2个时辰，过了子时，我的脸就会化为骷髅了。我担心公主的安危，并不是担心公主的脸会化为骷髅。你都知道了。即便是公主用过人面花，也会安然无恙的。说说吧，为什么？嚯，这马吃的可真不少。要赶远路啊，头2天得多吃。赶远路？去哪儿啊？回长安。不瞒你说，公主想回长安吃樱桃了，就这2天的事儿。长安人都知道，公主喜欢吃乐游原上的帝王樱，所以马官的话，我认为不假。这些多嘴的人，都该杀。马官既然说公主的行程已定，那我自然就排除了公主用过有毒的人面花。因为若真有那样的危险，公主哪还有心思踏上归途呢？你说的对，
我确实使用了人面花，但却是没有用毒液泡过的，和坊间市民用的不一样。李约，你单独为我调制的人面花，确实有嫩肤滋润的效果。老夫平生最好各种花卉，10多年前逛南市时，偶从一个落魄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到了这个种子，才在这东都洛阳重新种活了此种奇花。哼，所以啊，高忠义他们简直是太蠢了，以为我命不久矣，便见风使舵，背叛我，投靠了太子，简直是愚蠢至极，可恶至极。公主，我所献的这一计还管用吧？管用，甚是管用。辛怀慎在，你好歹也是跟过高忠义的人，他好像有话要说，你过去帮帮他。我要，公主饶命！左长史，您快给我说2句好话呀！啊！高忠义，你还有脸喊救命？公主，我是一念之差，一念之差呀！高刺史，你可不是一念之差呀！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，你对得起这些年公主的信任吗？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，你对得起这些年公主的信任吗？高忠义，你一直以为怀慎是你的人，太子也以为怀慎是他的人，所以说啊，你不光是一念之差，你还眼瞎。这，怀慎兄，看在平日你我兄弟一场的份上，你就听我说句话吧，我跟你磕头了。可别，您是刺史，我只是一个小小参军，我已经替你说过好话了。原本公主想将你车裂啊，那也太疼了。哎，对，公主最后决定赏你们每人一片李留守精心特制的人面花，这往脸上一敷，也就完事了。公主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公主啊！公主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公主！等一等，公主，您何须如此？我在惩罚背叛者，你不必多言。公主此番处心积虑，是要把自己的人都过一遍筛子。怎么，风雨真的要来了？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站在风雨里。高忠义没有通过考验，但是你通过了，我很感动。为了考验这些人对您是否忠诚，就拿洛阳这么多无辜的女子性命作为代价。成大事者，不拘小节。百姓生死岂是小节？公主，您若真做了女皇，当是天下之苦。你竟敢说出这样的话！当年你恩师狄仁杰不就是竭尽全力地辅佐我的母亲吗？越是如今，我就越能理解和体会当年恩师的苦心与不易。苏无名，这么说你是不肯帮我了？公主，大唐再也经不起折腾了。您此时谋图地位，就是逆天之道。我兄长如今为天子，但其羸弱，天下尽知。我那侄儿羽翼未丰，难服天下，只有我才能够兴盛帝国。再说，我负我母亲的帝国，
怎么就是逆天之道了呢？公主，息怒，公主息怒，您所言极是。辛怀慎敬公主一杯，您消消气。哼！哎呀，高忠义见风使舵，无脸苟活，可刺杀太子的人却安然在这儿喝酒，真是可笑。你说什么？刺杀太子？谁刺杀太子？公主可以问一问您的这位心腹。太子已回长安，何人刺杀太子？苏无名，你可不要胡说。怎么回事？这我怎么知道？估计是他顶撞了公主，知道要掉脑袋，胡说八道的吧？公主，您请看，这画上之人可否认识？辛怀慎，这画上的人不就是你吗？怎么还裹着长巾？这是谁画的？这是我的义妹裴喜君所画。按前岁客栈胡14娘的口供，画上之人曾出重金，让他刺杀太子殿下。你可不能无中生有。辛参军啊，你的第一重身份是高刺史的人，第二重身份是太子的人，第三重身份是公主的人。你利用太子对你的信任，得知太子没有回长安，而是留在洛阳督察人面花案，你便背着公主擅自策动了对太子殿下的行刺。辛怀慎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苏无名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画像虽像，但如果他说话没有口吃，我便不会如此断定。公主，我是想替您提前解除烦恼。胆大妄为！我和太子的事是我李家的家事，我自有办法解决。你竟敢直接刺杀！太子现在何处？我已经告诉太子，说您在临危前想见见他，他应该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姑姑，侄儿拜见姑姑。你果真没回长安？太子殿下担心公主的安危，故去而复返。禀公主，我刚才跟您说的前岁客栈，就是那个兜售人面花的土罗女人所住之处。那个地方不但古旧，且鱼龙混杂，极为危险。太子住在那里，就是在找寻人面花的线索，救您于危难。不可能！苏无名，再过1个时辰，我姑姑性命难保，你可拿住凶犯，取得解药。太子莫急，公主没有中那花毒。姑姑，他说的是真的，您没事儿，那太好了。公主，你也看到了，楚君如此，社稷之幸也。他日太子殿下统御天下，必能创造我大唐辉煌盛世。你这结论下得为时过早了吧？你看他笑得多虚伪，心底里到底是欢喜还是失望，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姑姑，您何出此言呢？行了，我累了。高忠义他们都成了你的人，该怎么处置，你看着办吧。姑姑，
这里没有你的人，我的人，只有大唐的人。说得好听。怀慎，我们走。你笑什么？公主，你走不了了。李留守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走不了了。李约，你要干什么？没想到，连李约都变成了你的人。姑姑，李约此言，侄儿也诧异啊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什么不能承认的？既然都走不了了，我也就不走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李约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刚才说这里只有大唐的人，不对吧？老夫就不是大唐的人。这些年，我忍辱负重，就在等着今天的这个机会。你们只是在争心怀慎是谁的人，却根本不知道他是我的人。舅舅，您发话吧！杀了公主与太子，剩下长安那个懦弱的皇帝，大唐就完蛋了。狼子野心！你今天才知道啊，晚了。你以为我送给你的是美好无比的人面花吗？我告诉你吧，你用的与坊间那些毫无区别。再过1个时辰，你的脸就会化为骷髅。动手，将他们全杀光！公主，您在这儿躲躲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来。公主莫怕，若死，我必死在公主之前。都给我住手！李约，你放了我姑姑，我留下，任凭你处置如何。你这又是何必？陆统，不要听他的，赶快保护太子，离开这里。公主说的没错，殿下，先给我离开。你们都太天真了吧！今夜你们谁也别想走。殿下，是姑姑
我害了你。别让那逆贼跑了！那个人，还有屋里那个女的，把这2个姓李的杀了，给老夫报仇！罗令芳，熊的薄弱之处在于鼻子。鲁林风，天体熊凶猛，在恋战谁也活不了。别管我了，快带我姑姑离开！殿下，此熊过于高大，你根本打不到他的要害。快带公主走！罗令芳，你忘了幽离四怪和青铜厉鬼了吗？徒儿，接刀，让我枪伤，助他要害。兄儿！既然如此，那就来世吧！